因为它有好几层啊，好几层的电线，然后清洗完了以后再薄膜沉积，然后再清洗，再光刻，这是好几道程序去把它叠出来的。那好，那你总该不会做这么高端清洗设备吧？对不起，做出来了。那你总不会做这么高端的薄膜沉积设备吧？对不起，做出来了。你现在做不出光刻机吧？好像快要做出来了，所以川普真的不晓得该怎么办。管制这个也不对，不管制这，你管制你失去市场，你不管制，可是还有迎头赶上，那该怎么办？这个最新的数据，也就是去年一整年做了一个统计，CG 上面看到大陆的 GPU 市场，华为呢在2025年是拿下了102亿美元的40%市占，正式的超越。虽然辉达也是40%的市占，但是它的金额稍微低一点点，是101亿美元。那么，但是呢，到了2026就会预估会有一个大翻转了。现在说华为预估占比会是50%，也就是从原本的40%上升到50%。辉达会落到第4名，接下来市占甚至可能只有8%。中间卡关的第2、3名包括了 AMD 跟韩5G，所以等于辉达的市占率从它在中国那时候的高峰95%，一口气不断的下滑，所以呢，难怪这个黄仁勋要一直跟川普喊话说，赶快开放不管是 H200、Blackwell 或者是 Rubins 晶片给大陆吧。另外，这些新秀的厂商4家也快速的崛起，成为大陆的 AI 战力的生力军。不管是这个木犀或者是必任等等，我们画面上看到的还有这个天数智新等等，也都快速的崛起，也难怪黄仁勋会非常的担忧。委员怎么看？我觉得川普自己不知道该怎么办，这才是问题所在。为什么？美国人在打这一场晶片科技战，第一个战略目标是希望中国无法生产高端智慧型手机，所以限制高端智慧型晶片可以卖到中国大陆，或者中国大陆自己设计的高端智慧手机晶片，台积电不准帮他加工，他以为这样就卡住了，因为高端手机智慧晶片必须要在10奈米以下，结果没想到华为突破了，那怎么办呢？好，这哑口无言。接下来想想那还有什么高端的 AI 晶片？那高端的 AI 晶片，不帮你做，你做不出来了吧？那你即使设计的出来，你这个也没有。那目前的确事实的。这个华为也好，海思设计或其他的什么韩5G啊，这些 AI 晶片，逐渐的，跟美国有一点的距离。结果没想到一看，它虽然晶片不如你，但是系统凑一凑，竟然还不输你太多。因为跟手机不一样，手机基本上靠晶片为主，但是 AI 是靠系统为主。我这里稍微插一点别的地方来补足一点，用软体来补足啦，用通信系统来补足，但通信系统偏偏是华为的强项。所以华为的升腾晶片的确是不如辉达的晶片，但是整体系统起来，差不了太多。那你说在川普怎么办？然后辉达就很急了，你不帮我卖，他是越做越好，那我这不是白搭了吗？那所以川普要管制也不是，不管制也不是。然后中国的晶片产业，他们想到一招，那我不让你做晶片制造设备总可以吧？那现在来了，刚才你讲的很对啊，我跟他解释一下晶片制造程序哈。晶片制造是晶片线进去，第一道清洗啊，那第2道薄膜沉积，简单讲，在上面贴一层，以后要做光刻用的叫薄膜沉积，然后再清洗，因为薄膜会有很多清洗，那清洗完了以后开始光刻，刻完了以后再清洗，那这是第1层。因为它有好几层的电线，然后清洗完了以后再薄膜沉积，然后再清洗再光刻，这是好几道程序去把它叠出来的。那好，那你总该不会做这么高端清洗设备吧？对不起，做出来了。那你总不会做这么高端的薄膜沉积设备吧？对不起，做出来了。你现在做不出光刻机吧？好像快要做出来了，所以川普真的不晓得该怎么办。管制这个也不对，不管制这，你管制你失去市场，你不管制，可
可是他又迎头赶上，他该怎么办？他真的不晓得该怎么办。中美之间在科技战，我们要带观众朋友来关心到的是中国大陆它的 EUV 原型机正式的曝光了。西方神话等于破防了吗？今天会来关心到的是中美科技是否正式进入脱钩倒数，3个火线话题，我们今天会来做讨论。第一个 EUV 一直都被中国视为是，一直被西方视为是中国一直过不去的一个门槛，但是没有想到如今呢，原型机正式的现身了，代表西方神话破功吗？第二件事情是，这个 EUV 的出来啊，其实是在相当艰苦的一个环境之下出来的，几个条件包括它是零进口的，而且是在西方国家全面封锁下，所以出现了这个 EUV。代表说美国的科技封锁制裁是不是失效呢？最后也会来关心，除了 EUV 有这个正式的突破之外，今天我们会来看到算力三雄的崛起，代表大陆已经准备好了要打造完整的红色晶片链了吗？中美科技脱钩是否进入倒数？好，我们赶快来看到这个是最新的一个科技界震撼消息，而且报道来源是来自于路透社。路透社西方媒体做的独家报道说，中国大陆现在深圳这个地方进行的是一个非常高度保密，而且是举国都动起来的一个超级大计划。这个计划呢，被称作是曼哈顿计划，主导者是这个习近平的亲信，也就是丁薛祥。他们预估呢，2025年初就已经打造出了这个第一台的 EUV 的原型机极紫外光机哦。而且呢，这个消息来源它不是一个概念而已，也不限于过去好像只能做 DUV 而已。现在它已经确定了能够稳定的产出13.5奈米的极紫外光源的一个实体的设备了。大家要知道，这个目前呢能够供应这样子的一个设备的，就是这个艾斯摩尔全球唯一的供应商哦。而且呢，当初他打造这个机器的时候，花了非常大的心力，烧了数十亿欧元之外，2019年花了非常久的时间，高达20年的时间，才在2019年勉强商用出来的这个 EUV。现在看到说大陆不到10年，恐怕就会被反超吗？能够在不到10年的时候就做到这样子的一个 EUV 吗？如果真的成真，也代表正式打破西方认为 EUV 是中国永远过不去的一个门槛。赖老师怎么看？当然这个是一种不具名的一个报告了哈。所谓的报告是说他们采访参与这个极机密的核心人物的工程师，然后他用的是另外一个身份证件，他的诉说。我个人的推断是他要接触到这些工程师不容易。既然是换了身份证，而且身份级保密，而且整个设备都是在严密的警卫的管控下，那这个记者怎么能够接触到这一位工程师？而这位工程师怎么愿意跟他说这个情况？为什么？因为他为什么要换身份证？如果按照这个媒体所说的，他为什么要换身份证？就是因为相当有可能他会牵涉到美国的法律的惩罚或者制裁的问题所以才要换身份证。那他为什么要接受一个采访，去告诉给自己担这么大的风险？所以我想这个报道所引用的，他直接贴身问到这位工程师，我想这是假的。但是我觉得业界里面的消息是真的，也就是说这种传言事实上是真的。也就是说应该有这么样的一个计划，有这样的一个实验室，有这样的一个极紫光，因为这个极紫光的这个 EUV 的这个讯息，事实上大陆官方也有隐隐约约的也有透露，也有讲。可是这一次真正的重点是在于说，中国大陆已经第一次发射出极紫光源这个问题，这个才是真正的突破，是在这里。我想他们这次报道的就在于说，这个光已经可以打出来了。那这个光能够打出来，在大陆来讲就是一个很大的突破。其实，在艾斯摩尔来讲，也知道这是一个很大的突破，因为只有把这个光源打出来，它才能够开始做修正嘛，开始做优化，然后让它能够产生非常细的刻蚀的这样的一个能力。那接着就是想办法优化的问题了。所以艾斯摩尔他当然会紧张，那当然他认为说2028年太快了，他的推断是认为2030年，所以他的推断是中国大陆应该是做出来了，但是不会到2028年这么快。因为要到商业运用量产，
它的估计是2030年。可是你知道，常常欧美人的估计是根据他的经验、他的知识来去作为支撑的。我记得台湾有一位这个台积电的某创始人他当时也估计这个中国大陆的半导体要赶上要到5奈米或者7奈米，他认为不会很快，他搞不好认为还10年还几年都说不一定。可是问题就在于没有多久7奈米就走出来了，现在开始往5奈米、4奈米的方向在走，这代表什么？用个人的过去的西方人的经验来看中国问题，常常都会马失前蹄。是。那因此，这位 ASML 的 CEO 他估计2028年可能性不大，2030年可能性才有。那很有可能他也会马失前蹄，说不定不到2028年就做出来了。好，那同样问题呢，委员又怎么看呢？就是首先是这个报道的真伪性，那如果真的有机会的话，可能还有哪一些技术关卡是大陆要突破的？还很多了，还很多哈。这个目前报道说已经做到13.5奈米的极紫外光，因为极紫外光不是自然界的光线，是人造出来的光线。是，而且它是在真空中把那个锡变成这个气态的小锡晶球，在真空中用雷射照射，使它产生这种波长只有13.5奈米的极紫外光，所以它是一个任何东西都会被吸收掉所以不太容易运用的一种光源但是它可以刻画出什么3奈米、5奈米、7奈米的这样的一个比头发丝还细的线条，它的厉害是在这里，而且非常清楚的显眼，那有关于中国大陆做出13.5奈米极紫外光的这种新闻已经很久了，就是说你这个光线能不能做得出来是第一步嘛，可第二步现在有点比较困难，就是说你要把它收集起来，把这个极紫外光收集起来，然后经过多重镜片反射。它几乎不能够任何东西吸收，所以一定要用特殊镜片来反射。目前这套特殊镜片反射的系统能够比较精准，可以到达用来做光刻机的，目前只有一家，叫做德国蔡司光学系统。对那因为美国人不让这个德国卖给中国，所以这个中国有没有哪一家？因为还没有任何消息说中国哪一家做镜片的、做光学仪器的，能够做到像蔡司这么等级的一个光学反射系统那如果这两个突破了以后，另外的就是精准的这个所谓的机械构造系统，因为你那个晶片移来移去就要很精准，咔嚓砰，咔嚓砰，我那是一个，那这个东西对中国比较没那么困难度了没那么困难度，最困难的应该是在蔡司光学系统，因为这个光很讨厌就像一个千金小姐一样，一定要好好的照顾，要不然光很容易就消失掉很容易消失，不太容易伺候的，真的不能伺候。然后因为蔡司的光学系统那种镜面反射的做得非常非常的精准，全世界只有他一家做出来，目前还没有听过哪一家公司做出来，那如果中国能够克服的话，那就是一个很大很大的突破。好，这个是有关于中国大陆在半导体这个上面，在硬体上面的一个关键的技术的一个设备。那另外一方面，美国焦虑的事情，还有大陆现在也力拼它的算力，而且最近传出了许多的好消息同步成型。3个，第一个，我们看到它的木犀表现推出了首款全国这个产通用的 GPU 叫做西云 C600 IPO 首日飙涨了700%。再来看到算力三雄的总市值突破了1兆人民币，包括了算力三雄寒武纪、摩尔线程跟木犀。再来就是2025年大陆的 AI 晶片市场规模达到了1780亿人民币，3个好消息，代表大陆已经准备好打造100%，有机会吗？红色的晶片供应链，中美科技可以脱钩了吗？将军怎么看？第一个我们看虽然说美国近期他答应这个给中国出口 H200的晶片，但是新款的贝克威尔他还是不愿意卖给中国。对，可见美国在科技方面来讲，对中国小院高墙的这种科技管制持续手段还是有的。所以这种状况下，中国一定要想办法突破那木犀可以说就是一个突破的一个关键节点。那木犀它的创办人叫陈威良。
他在2009年的时候在上海成立这家公司哈。那这个陈慧良本身他就是 AMD 的之前的员工，那所以他懂得怎么样做这种 AI 晶片。那他回到中国以后，自己成立这家公司来发展所谓GPU， 这个是 AI GPU 的一款晶片哈。设计其实他以前已经先在这上市之前，他已经有一个这种晶片出来叫 C500哈。那 C500当初的规格是比照 NVIDIA 的 A100那款的规格哈。但是它不以此为满足，它是因为这个晶片一定要持续不断的精进嘛。这个每天，如果说你这个停止的话，你就是会退步。所以它现在在做的叫 C600这款晶片，那目前来讲已经成功了，而且它整个制造过程从开始的 IP 设计，然后到晶圆制造，到最后封装测试，都是在中国一路完成的，可以说不用假借外国任何国家力量，它可以独立完成。我想也因为如此，它有这个能力。虽然说目前来讲，它比这个 NVIDIA 的这个Blackwell可能还要有一个差距，还没办法赶上。但是假以时日，它必然有机会可以赶上。尤其是说，它目前研发的是新的一款，已经开始在研发了，就是现在做到 C600嘛，对，它之后要做到 C700这一款。如果做到 C700的话，它的效能大概比照这个 NVIDIA 的H100的水准哈，那就有机会更成功。也难怪这款晶片刚一上市的时候，不是晶片刚上，这家公司刚上市的时候，它的股价在当天马上飙升到700%，代表中国人民对这款晶片的信心度还是很高的。现在中美的科技战，美国这次的封锁反成为华为的一个补药，尤其今天我们会特别来看到升腾950，它现在挥军了南韩的市场反攻到海外去了。另外今天也会来特别关心 TPU 这个出场颠覆了现在辉达在全球的霸权。好，赶快来看到是中美的科技战，这个华为啊，在这个时候宣布了，明年呢，它会把自研的 AI， 也就是他们的升腾950，它会用一个端到端的一个解决方案，整包端上桌。好，这当中特别提到了，它会一起合作的对象包括了有硬体、软体啊，到网络储存端到端的全站方案。另外呢，先前呢，华为在9月份曾经预告说，这个升腾950R， 还有950PR， 还有它的950DT 以及它的960、970呢，它有之前预告过，现在也确定了，就会在明年可以正式的来问世了。我们来看到两位大头怎么说，这个是孟晚舟，他认为智慧化的变革是华为长期战略的机遇。那么 AI 时代新征程是已经正式的开启了。黄仁勋倒是有一些紧张他认为华为现在复制的就是当年的5G 扩张的模式，正在打造一条属于中国式的 AI 版本的一带一路。他这么紧张有道理吗？上志哥怎么看？是的，首先我想我们在谈这个华为的 AI 晶片之前，先要了解在2026年现在眼前 AI 的这个晶片市场也还是有一些技术性、结构性的变化。辉达没有不见得能一统江湖包括辉达自己也在做一些新的收购。过去我们都知道 AI 晶片就是它的辉达 GPU， 以这个 GPU 的概念我们都知道电脑 CPU 嘛。辉达就从把绘图的运算拉出来做 GPU， 然后现在变成 AI 的晶片。但是呢，谷歌出的 TPU 是新的思考，给大数据模型。然后最近 LPU， 那基本上也就是什么 PU， 就作为大家都有不同的晶片，因为现在 AI 越来越强大了，所以要分散不同的功能。所以确实，为什么最近这个所谓这个黄仁勋的紧张，不只是针对华为，是主要这个市场的技术不是辉达一家或一个 GPU 晶片 hold 得住了，所以才这个概念上来看，华为才今年年底才刚刚确定能够稳定的生产出升腾950的 AI 晶片，你看人家马上整套的解决方案就把你推出来，这个解决方案很厉害。我想我在节目当中也有细致的跟大家分享过，不只是这个晶片而已，辉达有整个的架构，包括软体、网络存储。辉达是不是？对不起，这个华为过去是做通讯的，所以它在晶片跟晶片当中用光学来通讯，也就是说它晶片比人家弱，可是它晶片跟晶片的联动是比辉达厉害的，而且它可以叠加到非常非常的大。所以最后体现在云算力来讲，单个晶片可能输你辉达跟谷歌，可是整个系统当中你做出来部分就可能一样强特别是如果你是中小型的企业需要运用，而且这里头重点来的，它为什么最后推出？显然就是因为在市场上，现在虽然中国跟美国是最大的 AI 市场的需求，
制造业、工业什么服务业都要用。但你觉得人家中南美洲不要吗？非洲不要吗？中亚的一带一路的国家看着全世界的 AI， 人家不要 AI 吗？所以这些都是华为已经布局的市场，包括中国电动车，全部都卷在里头的时候，华为当然推出这个东西就可以直接卖给这些国家。我们刚刚讲的这些逆差国家，来自中南美洲、非洲比例都有啊。对，所以华为好惊人哦，只是能够做出他们自己的这个5奈米的部分，甚至未来还有以下往3奈米的这个 AI 晶片的时候，啪啦啪。整套的方案，就像当时建基地台、建所有的，包括手机、通讯也整个打通一样，这就是这个整个华为非常强的地方。我想最后大家都要特别注意，关键是什么？修个短嘛，不只是能力强，主要是便宜又好用的时候，对于快速的扩展，而且一旦中国把这些 AI 的能力以华为来说送到中南美洲、跟非洲、跟包括“一带一路”的这些国家的时候，你以为美国包括辉达或美国市场或日本还能独揽一切吗？所以跟中国的所有的全球的政治战略布局是同步的。好，我们看到中美其实都在拼 AI 未来这一块非常非常大的商机。那刚刚提到了华为除了在拼它的这个晶片上面的技术更升级之外，其实呢，包括它的国产零件比这是来自于日经新闻的最新事情。他说呢，国产零件占比已经逼近60%了，代表说美国过去的管制根本就无效。所以呢，前商务部长雷蒙多，美国的前商务部长他也出来说了，他说确实他现在观察就是过去美国的2届总统、2届政府都没有能够削弱华为，反而是掌握了先进晶片。那接下来华为还会怎么做？它有没有可能用重金悬赏的方式来吸引更多 AI 的，包括了这种存储高手，补上大陆 AI 最后一块拼图？张将军怎么看？我认为华为就是比较重研发，投入研发的经费，它总收入的21%用在研发，所以你这个人钱敢用在研发上面，那你这样的话创新不就出来？所以华为现在拥有的它的授权专利超过15万件，你看就知道了，不是几万了，1万2万，15万件的授权专利就抓在手上，这是研发出来的。每赚的钱的21%是用在研发上面，不是换句话，它会成长。为什么？研发就是创新啊，以前没有的研发出来东西了。所以，就算西方国家对它实施科技战，还有智慧财产权的管制，那这样的话可能更会促进华为在这一方面突围，投资更多的钱。我认为这是其一。第二个，我认为它的制度上的管理可能也激促了它这一方面的雄心跟诱因。为什么？华为是100%的股权全部给员工，任正非他占所有的这些股权的比例1%。其他9%全部是工会组织，全部是属于员工。那今天员工在，我做的事情是为我自己赚钱，股票都是在我们员工手上，大家拼了嘛，我们大家都是一个体，我们大家一起赚得多，那大家这种股权不是说我赚了钱不是给我的，是给股东，赚了钱我也是股东啊，我也是工人啊，那是为了自己赚钱啊，这个结构这个诱因啊，分红入股，那这方面的话对工人来看的话。他会感觉到有归属感，有成就感。他拼的是为了自己，不是为了股东，因为自己就是股东。所以我们来看，它这个结构问题哦，也是它基础它向上不断突破的一个原因。它的经费，我研发经费1年，这个华为是1800亿人民币，换算成台币的话，7000多亿台币。你想想，1年7000多亿台币做研发，那你想想看，你会不会突破？对，这个就是我们讲到，你只要把钱用在哪里。成就就会在什么地方？那今天西方国家对它做限制，难道华为就开始停滞延宕了吗？没有，他会想办法杀出重围。所以大家美国感觉到好像对它效果有限呢。他过不几天又出来了，光刻机又出来了啊，这样子啊，他就开始敢投资啊，投资研发成果就展现出来。所以我认为西方国家对它的科技战、科技封锁或智慧财产权的管制，我认为效果还是有限的。好，所以我们现在看到，难怪这个黄仁勋要特别担心，他特别提到说 ，AI 版本的一带一路是否正在打造当中。除了华为之外，确实现在还要担心的，还包括了中国第2条的 AI 算力的路线，这个就是国产的 TPU 业者。今天带观众朋友特别来看到这个叫做中浩新英，好，它的第1代的 TPU 算力的效率，现在根据了解已经超过辉达 A100的1.5倍，而且能耗更低，是降低了30%。第2代
晶片进入测试，预计明年就会正式的上市了。有没有可能直接对标，甚至超越 H200呢？它会成为未来颠覆辉达的一个真正的杀器吗？华干哥怎么看？你知道 TPU 是什么？就是张量处理器。张量处理器是 Google 的一种特别的，他们就是说他在就是说他们研发的加速学习器就对了，那是只有 Google 独有的。好，那中浩新音啊这一家国企，你知道他的 CEO 是谁？他叫杨拱一凡。杨拱一凡他以前就是 Google 的高阶核心研发者，也就是说这个人才啊都是 Google 训练出来的。那现在回来开了国企，国家支持他。那你今天你去想一想，你这些技术、这些 know how 都在我们这些，就是我们是高阶 CEO 的脑袋之中已经成型了。回来之后，我们就是找研发人才。所以现在 TPU 它现在可以做的跟谷歌一样了。而且他说什么？第二代晶片，它的速度是1.5倍。它本来是一种学习型的，它现在变成训练型的。你就晓得说，那你怎么办呢？对，所以国产 TPU 它现在等于是第2条 AI 的战线，它已经开发出来了。那中浩新音它现在被认为是挑战辉达啊在 AI 晶片领导地位的未来的希望，这非常有可能。因为为什么？他说推理晶片的销售占比现在已经超越了训练晶片。那 TPU 能够进行3到5倍的性能提升，它的性价比会更好。所以谷歌云或者亚马逊云，像这种跟 GPU 来相比的话 ，TPU 是 GPU 的2倍，而且日行千里。你会发现现在是2倍，以后越来越是2倍。我跟你讲，杨拱一凡他在2023年他就已经有模型了啦，他在2023年就已经有这个模型出来了，但是你却不知道说他到今天他才宣布，等到他宣布的时候，你就可以晓得说他准备又要迭代了。他的迭代现在已经在他们的这个理想是一年到1年半之内，他的 TPU 又会再迭代，到时候他就真正能够挑战辉达，不仅仅是 H200晶片，可能更高阶的他都能够挑战。中国大陆的半导体现在也要迎来一个有机会弯道超车欧美晶片的一个耶诞大礼了吗？压注在3个字上面，也就是这个矽光子哦。它背后有非常复杂的这个科学原理，我们就不展开讲了。但简单来说，这项技术呢，就是让现在主流这个是透过电子在电晶体之间流动啊，那这个过程中会产生大量的热能啊，然后也难以突破这个物理的摩尔定律等等的考验。那改成矽光子之后呢，就是让顾名思义，用光传输的资讯方式，可以让它的速度更快，耗能更低哦，所以被誉为是 AI 下一个大基础建设里面的一个底层逻辑非常重要的一个布局。那么，所以现在中国大陆的产官学界对于这个矽光子都是非常有想法的，都卡位在这个赛道上疯狂奔跑，就是想看谁跑得更快，拉出一个领先的身位。我们来看到，包括上海最好的这个工科学院，上海的交大。他们现在有一个实验团队也在研发一个理论上呢，算力可以比现行的算力要高出1000万倍的这个 AI 光子晶片。当然这理论上，不然这数字太可怕了。那包含民间，我们看到有很多的这些矽光子的玩家都已经入局了，包含苏州的西联光芯、海宁的国科光芯，还有宁波的新速联光等等，其实大家现在都已经在开发这样新的技术了。那这个矽光子真的有这么强吗？从实验室走到量产，它还需要多久的时间？那么在这个 EUV 机被美国跟欧洲牢牢把控在手上的情况下，中国大陆可以押宝在这个上面，然后完成一次弯道超车吗？想先问一下委员怎么看这个现在中国半导体的另辟蹊径？这个不是什么特别的新颖的东西我跟各位说明一下，其实矽光子我们每天都在用，比如说这个摄影机用光线转成电子讯号，我们的手机照相机里面在拍照片的时候，也是把光线转成电子讯号。那这个我们叫做互补式金属氧化半导体 CMOS。那 CMOS 这个东西应用很普遍了，可是我们大部分都在做感光元件上使用，对，一直没有把它用到 GPU 里面去，没有把它用到 CPU 里面去。那这个才是真的所谓的 AI 运算用的。但是因为 CPU 或者是 GPU 它比我们那种感光元件复杂太多了，所以如何把这个同样的原理运用进去，
理论上都可行，啊，理论上没有任何障碍，但是在科学工程上面碰到很多的障碍，就是说，我们第一个要想到说，为什么我们要把原来的这种细晶电子改成这种光子呢？啊，原因很简单，因为我们那个 AI 半导体啊量很大，运算的时候老是靠电子跑，一定会发热。对，电子在铜基板上跑，一散发热，就要用大量的电力来降热，好，来这个做冷却。所以为什么说要搞核电厂？然后又很容易故障，所以大家想一想，如果能够让光子在这里面跑，那这个原理就是我们以前的通讯哦，大部分都是用电缆通讯，现在都改成光纤通讯了。那光纤通讯可行，可是要把它缩到那么小的范围里面去，那这就一门高科技了哈。所以里面很多转折啦，而且要进行可以做张量运算啊。我们平常讲就是说向量运算。矩阵运算，向量到了张量运算，能不能那么顺利做到那一边？现在大家在攻克这个技术，理论上都 OK。那中国大陆很多哈，对，其实我所知道，台积电在10年前就开始做了，哦，10年前就开始做了。那可是到目前为止，要到达商用的阶段，似乎还有点距离。那这个什么时候会成功，真的没有人知道。就像说。大家在做大 AI 大语言模型啊，那个你想想看哦，华为的盘古模型出来几年了？真的，好多年，可是大家都摸不到边，一直没有很成熟，一直到 OpenAI 这个起点出现了，出现了生成式的概念，而且做成功了，大家全部都转向，全部都转向，走向生成式了。所以什么时候会有一个比较大的突破？我知道这些公司都很努力，但他们从周边的这些晶片开始往中间做。做到可以做并行运算的 GPU， 这个努力是值得肯定的。其实理论上没有理由不能攻克，那可是，在实务上要到达可以跟现在市场上的细电子的晶片来比的话，似乎还那么一点距离。那当然有人想到说，那我可不可以用混合式的？像电动车一样，我用混合电池，又有人在考虑也有实验室做出来了，就是某一部分用细光子来取代，那没有办法全部取代，然后效能能不能被市场上接受，这个才是最大的考验，特别是在 AI 算力系统这么发达的情形底下，竞争这么激烈，人们的挑剔更严格，所以要到达那么严格的挑剔的标准。真的，大家一起加油。那中国当然投下去也不少。对。那美国以前的投过，那后来因为不赚钱，而且又做不好，所以最后通通离开这个行业。没关系，美国离开，中国来，这试试看，说不定很快可以攻克。那你说要我去预测多久可以攻克？我想业界没有人敢判断，因为它好多节点都还没有突破。但是如果突然之间，比如说苏州突破了 A 点。海宁突破 B 点，宁波突破 C 点，搞不好众志成城，就真的一睹万里长城就被它推倒了。是。所以矽光子这个领域大家现在都疯狂在研究，大家都在期待一个起点，像当年 OpenAI 这样的出现。那说到 OpenAI 就不得不提这2年可以说是 AI 的大语言模型真的是改变了我们现代人的生活模式真的有一种不太真实的感觉，因为这个进步的速度、更新迭代的速度太快了。现在不管是文字、图像、影像，还是海量这些迷因梗图相信每天都充满着我们每一个人的手机跟社交媒体。那么接下来就是要筑高墙，然后广积粮了嘛。那这个粮呢，肯定就是 AI 的基础建设你离不开电力跟算力，这绝对是还是重中之重。那刚才提到很多这个矽光子，如果用 GPU 比喻 AI 领域呢，它像是它的大脑，那矽光子就像是这个光速级的中枢神经系统，所以它是支撑下一代超大规模算力，如果你要把成本压到最低，你离不开的一个底层技术。那刚刚提到了，不管是中国的企业，现在都在摩拳擦掌，全球大咖其实也是布局已深。刚才委员有提到，台积电10年前就已经有这样的想法，有在着手了。那不管是 NVIDIA、辉达、Meta、祖克伯等人，台积电的魏哲家这些大佬们都加大进度在研发，就是要确保现在在 AI 这个赛局里，他们是领先的领头羊集团，不能落队。好，这是否意味着谁能搞定矽光子，那么下一个阶段的 AI 赛局里面，谁就可以当大佬了？赖老师，当然是这样但是问题是谁能搞定，谁也不知道啊。
可是你不搞了，你绝对就没有。对啊，这很简单。你刚刚提到了 AI 我们都知道它数据库很重要，数据库它为了要运算，所以它需要大量的资料传输进来。对，所以它需要有大量的运算中心，有大量的晶片啊。那当这些数量越来越大的时候，它的体积越来越大，它的电量需要量越来越大。可是问题就是每一个国家或者每个地方，它都有空间，都有限制。例如说，美国现在电力上有限制了，有问题了。那它的盖新店的能量能不能赶得上它的 AI 的需求？那如果一旦拖对了，赶不上了，它就限制住 AI 的发展。而中国现在的电力是充沛的，对，所以它的 AI 的发展的空间是巨大的。但是问题是，当我们的 AI 的运用量越来越大，它需要的晶片的厂越来越大，运算中心越来越大，那地球是有限的，现在有开始考虑到往太空的方向走。可是问题就在于怎么样把这个体积缩小，怎么样把这个耗能缩小，怎么样把频宽拉大，啊，然后怎么样让它产生更多的功能，这个时候就是光子了，因为光子它比电子它跑的速度更快，啊，我想这个大家都知道，它的耗能就更小。另外一个就是它频宽更大，电子的频宽还是小于光子，还有最重要的地方就在于它的体积更小。我刚刚谈到了体积。对。那在这样的一个三小啊，这个四大优点中，谁能够做出细光子，把它这个光子跟细把它结合起来，那谁就是赢家。我们刚刚谈到，就是如果你不做，那你就是再也没有机会了，因为你一定是零。为什么？因为你永远就只能依赖别人做出来的。好，这是第一个。那如果说你去做了，你不一定成功，也就是说，你投下去的钱相当有可能都打水漂。如果你的这个钱袋子不够深，你可能投到一个程度以后，你的钱袋子用完了，结果你的快要到临界点、突破点，结果你做不下去了，被别人接手了，那你可能也是打水漂。所以谁是最好的一个点？那这个大家也都在尔虞我诈嘛，这个也是一个争点。可是大家都知道，谁做成功的，他掌有自主的知识产权，他就是一个大赢家。因为台积电如果不做，啊，刚刚委员说台积电10年前就在做，台湾机体电路啊是电子啊，不是光子啊。可是如果说有一家公司有一家半导体的，或者是他做出光子了，那你台积电你以后还有什么？你根本没有了，你什么都不是了。那这样的情形下的话，台积电当然要砸钱下去。可是问题就在于能不能做得出来，台积电也没把握。原因很简单，我们来看看啊，最后你会发现这一些产业公司企业，它都要跟学术单位要挂钩，要整合在一起。也就是说，它需要的是一堆大脑袋的人，而这个大脑袋的人，他基本上是在大学、研究所、博士班里面来培养、来供应的。啊，那问题就在于说，台湾的大学投资力够不够？例如说，我们的清大、交大、台大、台积大，那个台科大，你国家给他的资金投资到底多少？它本身能不能供应，能不能支撑，或者是能不能够走在科技的前沿上？台湾目前的整个学术能量看起来，我们的大学并不走在那个所有的尖端科技的前沿，这个就是我们最大的危险。日本也拖对了。日本现在已经没有任何一所大学，它是走在科技的前沿了。那现在走在科技前沿的剩下谁？其实剩下就是美国跟中国大陆。美国跟中国大陆的大学，他们是走在科技的前沿。那这样的情形，他们跟这个民间的企业或者是跟国营企业一结合的时候，他们的成功几率就大了。那接着我们就看另外一个，那就是谁的钱袋子深了，谁的科学团队数量够大，因为最后你还是要数量要够大。如果大陆先做出来，那坦白说，这个就是大陆的天下了。你说美国急不急？急呀。那大陆敢不敢？敢啊！因为大陆对这方面投下去是很有战略眼光的，他不是今天抬头，他们很早就在投了。所以我个人认为，以目前来讲，对美国来说，它的压力最大就是如何跟大陆竞争，而不是看到其他的国家。台积电在这个部分呢，如果我们的大学没有给予足够的资金，让这些教授潜心的去做研究，你说怎么能够发展出来？
好，说到这个美国怕中国大陆的进步而提出了限制，倒是有一个步伐让大家比较意外。我们都知道，今年川普总统抛出了这个对等关税的解放日，在全球的政经市场投下了一个震撼弹。但是原本说半导体也要被232这个条款来重点招呼啊，没有想到拖了又拖，延了又延。最新的进展是呢，美国宣布可能要对中国的半导体这个课税，一路要延到2027年的6月才上路了。消息一出，这些中国的晶片股马上都应声大涨，因为好日子还有一些时间可以过。好，是什么原因让我们的关税侠川普总统选择缩手？这个关税大刀都举起来了，结果延迟砍下去，是想帮美国的本土供应链来争取时间吗？还是说这是2027年美国背后有更大的陷阱？将军，其实拜登时代跟川普时代他们的晶片战略是完全不一样的哈。在拜登时代的话，他对于那种先进制程，他是对中国是采取封锁管制的，但是对成熟制程来讲的话，他是采取用调查的手段。但是到了川普时代来讲的话，他对于这个先进制程，目前我们看到它是开放了 H200哈，它是逐步的开放，就是我有先进的一代来讲的话，我可以开放我的这个次一代的晶片卖给中国，但对于成熟晶片来讲的话，他就把它当作筹码化，然后来当作谈判的一个代表。所以大家不要想说2027年才上路，这个那是他的谈判的一个手段，他非常的灵活。2027年你怎么知道他不会开始苛征这个关税？如果那时候苛征关税来讲的话，对美国来讲，他又有更多的谈判筹码哈。那第二个来讲的话，我们这次来讲拜登时代他对于成熟晶片来讲的话，他大概只是美国贸易代表署只是启动用301条款来启动调查，那调查的项目大概限于汽车，然后国防，还有这个电子、医疗这个等等这几个方面来做调查。但是到了这个川普时代来讲的话，他除了用301条款之外，他还加上232，也就是国安条款来加以调查，而且调查的项目包括到电子产品，他都将它列入调查对象。所以大家不要以为说川普来讲好像放松了，事实上不然，他调查的使用的法律来讲，比拜登时候更多，而且调查的项目来讲也更广那第三个来讲的话，原来拜登的时候，在2024年12月去年的时候，他只是调查完以后，他对于什么时候要开征关税，他并没有讲他并没有时间点，也没有税率多少都没有讲。但是到川普来讲，他就直接明的跟你讲，2027年就要开始这个开征这个成熟晶片的这个关税，但是税率多少，他现在还保留。所以很明显的，我们看出来，川普来讲，他不是跟中国示好，绝对不是因为在韩国跟这个习近平两个见面之后，然后双方来讲的话，有一个关税贸易休战的一个协议，然后放松，而不是我觉得他只是说是更加增加他关税的运用的一个筹码，更具备灵活性，因为他认为说是中国在成熟制程方面来讲的话，中国这个举全国之力，大力的发展成熟晶片，那对美国来讲当然造成很大的压力。可是大家要注意到一件事情，他现在美国也必须要有成熟晶片，因为他自己本身这个成熟晶片的产量并不足以。那大家要知道，中国虽然说没有先进制程做不出来，但是成熟晶片的产量却是雄霸全世界的。所以美国这个时候他放松，对他也第一个有利于他自己，第二个他可以当做谈判的一个筹码。